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101学员的蒲闪与何在园内查寝巡逻时，惊现一具断臂尸体，死者竟是学员教导主任甄主任。死者的右小臂和大臂被分开，初步判定为失血过多而亡。经过排查，嫌疑人就锁定在寝室外活动的5人当中。他们分别是张铁臂、魏思壮、欧意念、折不痛、大感应。又拍了他伤口的特写，真的手臂是因何而断？因为鸢尾花这个花语的原因，10点之后出现的足迹将会成为一个时间线的佐证，所以呢，凶手他必须要想办法在10点之后做一串夹脚印。凶手究竟是如何完成作案的？现场发现了人，大概率这是我们过去认识的那个何浩言嘛？应该是这套脏衣服的原本的主人。我记不得了。何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这个鸢尾花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鸢尾花计划又会是什么？101学员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我们需要盘双凶的可能性吗？目前这种情况的话，是真的有可能。欧和威尔，又是成全，这么精彩。反正第1轮嘛，来，希望能够对吧？希望能对。3、2、1，走！哎呀！我们女宿舍看一眼吧。啊，可以吗？哇，没事，因为有女主人在。我们宿舍就我一个人。打扰人。我们再来仔细搜搜吧。哎，你们做这个觉得很好玩？我看做这个我觉得好好玩啊，就一直坐在上面摇，好像很减压的感觉。就说岁月不饶人，已经喜欢摇椅了。慢慢老，慢慢老。这里面有东西。这个箱子里面干什么？翻箱倒柜啊！这是什么呀？哎，朋友们，这个东是有夹层的哦。嚯！哇，厉害厉害！折。欧。不重要，这3个不重要。不是。这是你们5个人对不对？
小分队。我一定会帮你保护好他，帮折滚烫保护好他弟弟，他弟弟呗。你们两个小家伙这种捆绑关系现在相当牢固啊！说一说吧。这个就是当年我们5个人结盟的要去打怪的小团体。我们这组人是真的看见怪物了。对。啊？说没有一怪吗？去年就去礼堂，我们发现了那里有一个密道，那个密道确实是能通过时空的那个裂缝。你看时空裂缝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然后我们在那里确实遭遇了异兽，用我们的超能力，用我们的各种跟他们打了。他的三观破了，他不相信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我的同伴们都阵亡了。对。最后剩下我跟哲的时候，他为了保护我，然后拦在了我跟那个异怪中间，然后他自己去抵挡了。当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定要照顾好他弟弟。哦，所以我的命是我的战友换回来的，我一定要保护好他。明白。谢谢。哎，也是不用这样。我哥哥毕业后的5天，学校里就开始流传了这个 Big 胆游戏的传说，所以是去年9月10号，你说我哥毕业那个时候。对，我不能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呢，他最近这段时间被那个甄主任怂恿得很厉害，老在跟我说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说你不可以出去，但我不能告诉他为什么啊。所以呢，我就去找了你，找何好言，找了他。对，我想要跟他汇报这件事情，让他阻止他们这个 Big 胆的那个活动。刚才那个是你写的4月4那个，最近在同学中兴起了一股逃出学园打异怪的风潮，甚至有人还想在校内召唤异怪。我发现背后的始作俑者是甄主任。对。结果后来他第2天就被推下去了，所以就没有人来帮我阻止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把甄杀了。其实不是，你只好自己来参加。对，只能自己加入，因为礼堂这个密道能通过这个时光裂缝啊，对啊。所以去年我回来了之后，我把这个时光裂缝的口堵上了，重新挖了一条密道，是通过我们学校的后山。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参加？我就怕他们发现这个。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我最后就引导去后山。至少是只是到了后山，不会到那个裂缝。对，是的。哦。他跟他的想法一样，他是把他往出口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到了老师办公室。对。他是把去往裂缝那个拐了一个弯，到了学校的后山。后山。从这儿下去的被封住了吗？礼堂对，被封了。他们上来的时候不是说弄了半天那个地道是封着的吗？我们就在这洞里爬，发现前面的出口在地道的那一侧被封死了，好不容易打开，发现我出现在了礼堂。对呀。你自己挖的？是的。咱们这学院是蓝翔吗？就是为什么都这么能挖呀？我有超能力。
殴他的能力是他准备了20个铲子，然后就一拧，那20个铲子就自己弄。你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挖地道，你们成绩还比我好，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接地气儿啊？这个圈是什么意思呀？密道就是那个口，对。示意图这么画的话，是不是说明地道入口就在这个角？是没错，就是这个位置啊。去看一看。去瞧一瞧。我们是从这儿钻出来的。这儿，这儿。哦，这个是我们来的那个地方。对。这是什么呀？哎，朋友们，这里有个包，我逃了出去。我们在那里确实遭遇了异怪，最后剩下我跟哲的时候，他自己去抵挡了。他居然自己跑回来了，敲晕关起来了，看来是真失忆了。我是你哥哥也有可能。原来口不是唯一幸存的什么，不是方形是什么？哦，密码本，快找！H， 这儿呢，密码本。方形是什么？原来方形不是唯一幸存的。方形是我们。原来我们不是唯一幸存的人类。异怪不是黑方块。他们不是他们，是我们。啊！一些长瘤的、长相非常恐怖的怪兽，把我的胳膊给掰断，被撕了，对不对？我们才是异怪啊！我不吃饼干之后，我们看见的是，就说咱们那个满脸大包。你看见我们的都是异怪。但是你不是从外边18年你才来的吗？你应该知道。他就来调查我们的。来，到张的空间搜一搜。书桌，这个有人看过了吗？这个，我看过。这住院证明啊，中间隔层吗？哦，这儿呢。好。张铁臂是一个 H 能量站的维修员。就像是一场梦醒了，还是觉得颠。第一颠一觉睡5年，第二颠变铁臂阿童木，第三颠暴改18岁高中生，终究是颠成了我看不懂的样子。啥意思呢？你们见过这个标志吗？医院。我们是一个有科学的世界，无名古医院，包括你们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们这个学校原名无名古一中，好吗？
们这个学校原名无名古一中好吗？你有病！你这么激动，说是你是病人吧？你世界是合理的，不是这个异怪的世界。你们这就是原来的无名古一中。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你有病了啊！你们是挨疫之后的人，送他去医院。他有病啊！对他的记忆是挨疫之前的，就是在以前的那个科学的纪元里边叫做 N 纪年。因为我是一个22岁的张铁臂，我是一个在管理 H 能量的能量站负责维修的一个维修工。我在那里上班，然后当时发生了一起事故，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我当时炸昏了之后，我也发不出声音啊，我也无法去跟人家求助，我只能在就是植物人的状态过了5年啊，或者昏睡了5年。当我再醒来的时候，人家给我一个镜子看的时候，我说哇，我怎么变成18岁的自己？我的自我认知里面我已经不止18岁了。那你怎么发现自个儿铁臂阿童木的呀？就是我当时被炸了之后，我双臂僵硬，就我动不了了就只是当时我觉得这是个伤，但是我睡了5年之后，它变成异能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现在是一个 I 纪元，然后有这个异能，然后有这个异能学校，然后现在有异怪要打，我觉得这个世界全部颠了所以我们这些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你也并不相信，我都不知道，对。那醒来之后你是怎么进来的呢？你为什么要进来这儿？我醒来之后，因为我也是有异能的人啊，所以就按照这个世界现在的规则把我送进来了。他在这个 H 能量站工作到了2006年的1月11号。我们再去搜搜吧，还得再看看别的。看看哲家，这边是他的。是没有东西啦。还能打开的。有东西吗？哎呦，何好言压力太大自杀了。尸体我先留校，跟下批毕业生一起处理。对了，对了，对。对什么对呀？对什么对呀？吓人呀，这孩子。毕业出去之后的同学都说要回来看我，为什么都没回来？毕业是谎言。所以之前的毕业生都被他处理了。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怀疑是不是毕业是一个什么？毕业等于就是死了，是吗？就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在那个甄主任的办公室发现的。我对他产生了一点怀疑。这才是一点怀疑吗？你什么时候去的呢？我是在4月7号，今天的前3天，他生日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要送他这个花，想给他一个惊喜，我就先进去之后躲在了那个柜子里，想等他进来。结果呢？结果我看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有一个柜子推开了，推开之后，他后面有一个空间。什么事？就是那个空间，它那里面有一个异怪。有个什么？异怪，看见异怪了，我看见了，我看到他们俩在交流。哇！就是这儿，就是这儿。无人区辐射，哪有个异怪？我反正在我视角里看到的是真和一个异怪交流吗？对，他在跟他汇报，汇报，明显是汇报。对。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4月7号晚上。校长。因为7号每个月的7号，他是要跟校长汇报的。异怪是校长。校长是一个异怪。
这里有一个反鸢尾花计划组织相关情报，危险判定该组织长期反对鸢尾花计划，坚持向外界传递谷内的相关情况，试图制造恐慌。经调查，成员如下：好反对、干反对，还有大格局，我妈，你妈妈啊，秘密逮捕，已经把妈妈抓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个组织反鸢尾花的，然后反鸢尾花计划成员的后代名单是大感应 B 班的，处理的建议是伪造家长信件，观察学生状态，如有异常立即上报。这就是你说的为什么1月1号妈妈给你写的信都是假的。那我们整个这个无名谷区域，它里面叫以风禁，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一个辐射区域，无人区是把我们跟外界隔离出，中间有一段无人区。辐射区域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异怪，真正的人类在无人区那个隔离区在外才是真正的世界。我们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异怪，全都是辐射过后的人类。我们这个鸢尾花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再多找找吧。写给每位新来的老师，千万不要交换衣服。学生是依照衣服来辨认老师身份的，任何人穿上老师的衣服，学生都会把他认成这位老师。写给每位新来老师，时刻佩戴好你的名牌，以防忘记穿着外套。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的一个身份认定，并不是一个就是客观世界的一个决定，不是说我看到陈就是陈，我看到哲就是哲，是我的心理暗示告诉我他是哲，所以不管他是谁，我都说哎哲。我好好奇这个，哦，钥匙，这有个钥匙哎，这个钥匙是开这个的？不对呀、开这个吧，这个的，开了，来了，这个柜子打开了啊，有新线索了。甄主任，男，年龄36岁。病人于N223年9月10日晚被谷内逃出的异怪打伤，后送入医院，因防护服受损，暴露于 HWZ 中，经3个月的隔离治疗，现已病情稳定，体内辐射含量超标，建议不要直接接触健康人类。这群怪物害我被抛弃的封锁区，他们一开始就不配活下来。至于那些不是安分想逃跑的，我就利用他们开山路，我做梦都想逃出去。他本身是护卫队的人了，是吧？这还真是护卫队啊！那是不是这个护卫队就是负责在无人区里面巡逻的，防止我们这里面人往外逃的？但是有几个热爱自由的学生出去了，撞见了在这儿巡逻的这个护卫队，也就是真，把真打伤了。然后我们在那里确实遭遇了异兽，用超能力跟他们打了。对，你们看到的以为他是异怪，但其实你们当时打的那个人就是真。等于真原来是无人区外的一个人类，你们把他打伤了之后，他受了这个伤，他回去治疗，发现辐射量已经超标了，人家把他丢到这儿了，所以他很恨我们里面这些被辐射的人。其实他想让我们这批人给他探探路，以及希望我们去死。他一直在暗中的鼓励我们。我们那次挖地道挖到他那之后，没有骂我们，他还跟我们说，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想年轻人想看看外边是好的，下次别挖错了。这个怎么开？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锁，可以开的。哦，这能开，这个是不是有东西啊？Iris， 红魔，红魔。
哦，是他的英文。Iris 的意思是虹膜，虹膜什么意思？哦，眼睛，眼睛膜嘛。哦，那要请他出山了。要用他的虹膜吗？先生出山。对，是要给他脸撕开吗？不是，把他整个抬过去。我们不会在这犯傻冒傻气吧？在这儿没事，咱们冒的不少。感觉可能性比较小。如果这段冒傻气的话，能不能剪掉？咱们先挡着眼睛啊！来，先遮着点。那是脚呀，虹膜不是应该前面吗？用眼睛不是用鸡眼看呀！来，好，来，3、2、1，看一眼，看一眼。密码。虹膜啊，我用虹膜的拼音来试试啊。开了，虹膜开的，虹膜开的。门卡也有了。幻灯片，幻灯片。哦，来幻灯片，这不显得厉害一点吗？啊，厉害一点。跟尾花计划。第一步，大家隔离起来。第二步，吃下饼干。哦，饼干里有2种药，红药丸和蓝药丸。红药丸是降辐射的，蓝药丸是致幻的。哦，本来眼中看到的是异怪，加上药丸就看成正常人了，对吧？饼干和衣服让我们披着人皮。这是何好言的手机。家长代表，只有把孩子们关在这儿，他们才能得到药物，我们别无选择。在一些人眼里，这些孩子本不应该存在。作为无名谷出生的历史学家，我会去学校任教，陪伴这些孩子长大。如果他们在20岁还未发生变异，就证明药物是有效的，我会申请让这些孩子离开。变异的意思是在 D 班，不是变异就是 A。你异人越强大，就证明你越不是正常人。毕业了就是流放出学校了，对吧？你就只能当做异怪者了。所以你是病最浅的那个人，只有我还没变。历史书。H 能量站，对，就是这个我原来工作的地方。H 能量站发生了大的爆炸，于是2006年的1月16日，这是一个灼伤你的铁壁。然后2006年的1月21日，这里是一片哀鸿遍野。然后呢，接下来不重要的患者是因母体孕中接受过量的辐射，导致婴儿发生畸变。这里有一个暴雨引发严重泥石流，无名谷被掩埋。2006年的1月11日，恩国的无名谷由于暴雨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周边的山体全部坍塌，整个无名谷一夜之间被掩埋，与外界彻底断联。辟谣，恩国从未违建能量站 ，H 能量的使用安全可控，谎言。就是他们用一个所谓的泥石流掩盖了这个 H 的能量站发生爆炸的事情，然后我们这些人就被辐射了。101学院拥有异能基因的孩子在这里接受训练。我们是个异能学院嘛，我们每个人都有异能，只有 A 班里面最优秀的那个学生能毕业。
毕业出去之后的同学为什么都没回来？异怪不是他们是我们啊！异怪不是他们，异怪是我们。H 能量站发生了大的爆炸，哀鸿遍野，过量的辐射导致婴儿发生畸变。我们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异怪，全都是辐射过后的人类，我们就是被辐射了。那其实学校对我们也挺好的，至少给了我们美好的幻想。他是说只能关在这儿才能得到药物，因为他出去的话，你们接触别人就会辐射别人。等于是这个谷里面，就是有一些受辐射更厉害的人，是不是已经变成，就是样子更丑陋？他其实不是异怪，他就是辐射之后的人，对，被辐射之后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异能室看一眼吧。扫描仪说明，所有在校师生均已进入身份芯片，如遇身份不明时，可使用该仪器检测。使用方法：目标对象颈后与其连接的电脑屏幕上会显示该对象的身份资料。因为你们的身份是不是都已经很清晰了？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先扫你来。哎，来了，真能扫啊！正在识别。哇，这真的假的？哦，张铁臂，双臂硬化。他说的完全不是异能情况。要不要把我留到最后，好不好？把我留到最后。那我先来吧。就反正我也是背后的，我怎么猜别人？我是因为什么病啊？正在识别。我的异能呢，只要别人站在我的身后，然后我就能心灵感应他。大感应，脑后多长一些。我脑后多长哇，是脑后就可以啊！哎呀，最可怕的是把你头发一掀开，全哇，是个眼！啊！哇，脑后有眼。来，哎，晨晨可能是一检测，结果他身体是最好的。只有你是有救的。我的异能等待我自己开发。哇！是没有病啊！你一直升不了班，就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变化。我没有异常状况。这个拿出来吧。对不起。咱们在这儿一直是这样。没有，他觉得更好像是有几个傻乎乎的蹲着的。来，我给你。普闪哦，它有静电。非常，所以你会闪哎。闪光。哎呀，亮子。来，哲弟弟。我的这个异能，折不疼，谁打我都不疼，无痛感。这个是最厉害的意念。我能用意念举起一盏灯。不是4只手跟我意念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我们看不见你那只手，但是你可以用我们看不见那只手把拿东西。你觉得我会是你哥哥吗？你扫我。感人了。
长长期高期高烧烧，脑部脑部脆脆弱弱。脑部脆弱，所以哦，怪不得我经常失忆。那就是你哥。天哪，你是滚烫，你没有死没有死。啊！天，有一个哥哥，他叫折滚烫，我就一直很思念我哥哥嘛。弟弟，啊！哥，弟弟，哥。我跟他哥哥关系特别好，他哥毕业之后交代了一件事情，就说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弟弟。还好，他照顾你照顾得很好。绘画局敢看吗？有什么不敢看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的时候能不能画出一个人样，画出人样就合格了。那什么？照片啊，特别恶心那种是吧？不是，好可本人的怜，照片吗好可怜，小朋友就是辐射完了之后的样子，认识滤镜不牢，就等于他看到自己的样子，就自己画。你看他画到自己多了那么多手，就是这些辐射把这些人，你看这长了那么多眼睛。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吗？展示台。标签哦。所以刚才的那些数量，其实它每次它是检查你身体里的辐射。我知道了一个特别难受的事情，所以他就算怎么了？我妈妈哭不是因为我学习好，她是因为她知道我病越来越重了。啊！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妈哭是因为那个，她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学习好，是觉得她快绝望了，因为她觉得你的辐大感应同学从 C 班学员正式调为 B 班学员，他在后面写着：“妈妈，我做到了。”她就是喜极而泣，就是别忘了妈妈。那他吃那个饼干，为什么吃多了就开始可以到 A 级了呀？吃多饼干就是辐射越来越重了，我感觉很有劲儿啊，很爽啊，每天身体里的能量在就是慢慢的增加什么的。过了1个月测试的时候，我直接从 C 班升到了 A 班。我看见他拿一个东西在往饼干上喷，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那个东西上面是有一个小骷髅头的。接触多了会要你的命，你可得小心点儿。液氮就在这儿啊，液氮在这儿的，这是在这里的。你看，他的这一整套东西，格纹手套。他一整套东西都在这儿拿着，那他怎么会可以拿到这个卡呢？凶手得拿到这些东西，他得能进到这儿来。可以去自闭室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对，这个要卡这个。吓我一跳。哦，要卡哈。自闭室色调跟灯光偏暗，无任何装饰物，进出都有老师陪同。今天的自闭室的记录：4月10号3点半到4点半关了一个人，4点到5点关了另一个人。他们在这里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可以一起商量行动计划的。哦，对。然后完了之后再依次出去，每个人各司其职。而且2个人肯定是商量好，俩人都要犯错误，就是为了进闭室，是不是？来这儿密谋哦，就是为了进来，2个人一块进来密谋啊。所以说进自闭室的这2个人应该是最晚看到那个甄主任。如果来查寝的甄主任是假的话，他必须得让他的鞋下面有花瓣，5点以后才会有花瓣。所以呢，今天被关了自闭室的这2位是谁？2个人都不认，那这2人就是合谋的。对呀。可以告诉你们，刚才我跟普我们投了2票，我们投了一对。厉害。而且现在禁闭室这2人也没人认了。来吧，去现场。他怎么做的夹脚印呢？咱们从体育馆出发，到这儿15分钟，单走这个鸢尾花的脚印是2分钟，而且通往教职工宿舍的脚印的起点和通往礼堂的这个起点是一样的，就是这一条2分钟，这一条也是2分钟。咱们就算时间最紧张的那个人是最后一个出发的，最后一个是出发的时间点是多少？10点20，10点20。10点20出发，等于我走到这儿的时候是10点23。然后他先要走一下这个，走到那儿，这变成了25。现在他是怎么在走那一串的？他是怎么完成的这2个脚印？倒着踩原来的走回去，不行，没有重复踩他的痕迹。现在是我们的花雨季，5点到10点会有花瓣雨。他得10点以前走进去，走到这儿，等雪盖过了原来的脚印，盖过了之后，倒着走出来，然后把鞋处理掉，换掉鞋，穿上自己的鞋，再走一圈，走进来。那么他倒退了出来之后，而这个鞋呢，应该没有时间再放回房间或者处理扔掉，大概应该就是在学生宿舍这边。在这个附近有没有一双真的鞋？朋友们，所以他用了这双鞋做的假的脚印。你说的10点之前进去，10点后倒着走出来，扔着，最后走进去，对，就可以了。就集中讨论吧。现在呢，我再把这个空间的位置跟大家确认一下。从体育场到这儿3分钟，这儿到礼堂里面2分钟，花海门口到教职工大楼死在那儿，对，也是2分钟。2分钟。这里面呢，有5个方位，站了5位同学。张的时间
是21:05分到位，魏的时间21:25到位，大的时间21:45到位，哲来了22:05分到位，且他摸了大，所以大可以证明他来了。欧的时间22:25分到位，且他摸了魏，魏可以证明他来了。有一个出发时间是锁死的。因为有摸着抢走的这个过程，他是21点出来的，但是没有人证明他是这个时间到的，对吧？因为他在中间，没有人能看得到他们是不是在这个礼堂里的，全都是黑的。来，我说一下，单杀这件事情不对。我们如果推单凶，那查寝的他就是欧了。但是欧没有办法完成在后面的这个仪式当中做一串夹脚印，所以还是有可能是双凶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现在是同寝有可能合作，但跨寝不可能合作。对，因为我跟魏是一直在一起的。我们是从7点到8:55一直在。对呀，我8点半的时候我们看见那谁来的呀？我们同寝其实是一直跟舍友待在一起的，解决不了共同查寝那个问题吧？好，2个男生同寝不可能的话，那么一共有6种可能性。欧跟任何一个男生，对。然后呢是大跟张，哲跟魏。逻辑很清晰啊，朋友们，就非常简单。好，我们开始投票，祝大家好运。啊，直接投了。侦探，您能给我们那个明示一下啊？没有一点辩解的空间吗？侦探，我有一个很大的缩圈啊。我认为哲跟欧必有一个人参与了。对，我同意。是的，就是咱们假设。哲跟欧都是安全的，都不知情，那说明那2条脚印是人家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对，也就是说前面3位中间有1位其实要在完成在22点之后出去伪造脚印这个事儿。那请问那个人是怎么避开这个脚印回去的呢？对，就会有问题。我们那个寝不可能同寝合作，不可能。对，因为我们没有人在哲跟欧这个4号5号中间。那么现在就有张跟欧、大跟欧、哲跟欧、魏跟欧，还有魏跟哲，哎，我突然想，欧跟大是不是不太可能？如果是大跟欧合作的话，哲就是好人了，对吧？哲在这里面，在经过大这个角度摸到了一个人，说明那个时候摸到的是大。大21:45就进去了嘛？啊，真的宿舍。然后他到22点的时候，来这儿伪造了这个极限操作，他20:04就到这儿了。但是不行，因为哲走到这儿的时候，他不能看到这有脚印。对，因为他是没有留下脚印的。对。那是。如果是大22:05从这儿得出去，然后。他怎么出去？他出不去了，出不了。那他出不来了，没有重复叠的脚印，所以大跟欧的这条线时间上来不及。好，如果我们这个仪式成立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发生呢？今天有一个利用异怪传说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有一个小想法，就是说。这个杀人的手法，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他想让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是异兽杀人异怪。所以我觉得欧比较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用这个方式去警示他想要警示的人。欧最想要警示的就只有是弟弟。对呀。所以弟弟就排除了。他如果想要警示弟弟的话，他一定不会让弟弟跟他一起做一个假的，然后再警示你。恭喜大家，已经变成了3选1。来，哲，坐下说，没事。坐下说，来，没事。
我想去黑板那说。啊，那你去这里，来，对不起。想说好久了。那个弹簧一样弹起来了，你下来。我对不起。在我这儿是欧跟张和魏，是跟他们其中一个人合作起来弄的。他们俩做了什么呢？张跟魏都可以10点之前，他们可以先藏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到了这儿干的事儿是要等10点雪停了之后制造那个假脚印。至于怎么造这个假脚印，就穿着他那双鞋，倒着走就可以了。对。双生之一，等到10点05分之后，你走进去之后，他才能出来。对，他倒着出来，留下脚印。这个时候他很从容，因为他跟欧是一对儿，所以哪怕被欧撞见了也没关系。礼堂那边脚印不就多了吗？没有，等到欧到了这儿之后，他扛着欧或者抱着欧，只留下一串脚印进去。哇，糖来了！如果是张和魏的话，我跟大是发现不了的，都发现不了。哎，哲，你可以跟魏一块干这个事。弹掉。就是魏早就到了这儿，10点的时候他用2分钟到这儿等着你，你03到了，他背着你走进去，05的话你就摸到他了。魏他从这儿到这等着就行。也有可能，是有这种可能。现在呢，我们来盘一盘这2个凶手做了什么，请各位注意。下午在自闭室里2个人，我这儿还有一个从真那儿看的今天的自闭室的记录，3点半到4点半，4点到5点，对，有中间 double 半个小时2个人在一起。今天的相见，我觉得不是意外，他们真的有可能是凶手。2个人相见是他们计划当中的一环，而且是要完成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要么就是有东西要交换，要么就是商量时间点，而且他们需要互相配合做什么。而且2个人为什么可以彼此信任，互相去做这件事情吧？对。他们俩错峰是为什么？他们俩错峰是为了偷东西的时候确保老师不在。因为我们进自闭室规矩是必须要有主任带进去，然后主任把门关上，主任走。3点半的时候门禁卡就被偷了。对，第一个人故意犯事儿，对，然后第2个人偷卡留时间。4点的时候他被老师关进去，4点到4点半之间他把门禁卡交给那第一个人嘛。第一个人带着门禁卡4点半就出来了。5点钟的时候他要去偷东西，因为老师5点钟的时候去接第2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是一定安全的。遛老师呢啊。而且他们这一切必须要在6点前完成，因为6点到7点是放饭时间，大家应该都在食堂吃饭的。我们是7点回宿舍。然后怎么样进禁闭室呢？是纪律委员可以说了算。因为之前我有2次翻墙出去被我抓到，欧姐发现了，她都没有让我进，没有举报你，她是可以让我进禁闭室。厉害厉害。纪律委员也可以煽风点火，是那意思是不是？那等于是欧自己是纪律委员，他想拉谁进去就让谁进去。我今天正好就是没有学校的巡逻任务啊，或者任何的工作任务的。他也犯了事儿啊，他今天也得被关啊。怎么快宝？我就是立马犯事儿了，然后老师立马把我抓进去吗？就这么容易吗？这个点容易啊。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吗？我想问一下。你问自己呢吗？你跟自个儿聊会儿天吧。你想这计划吧，应该是。你们吗？你们在盘我呀？有没有可能欧犯事？你作为纪律委员，你怎么能这样呢？算了，下不为例啊。结果泡汤了。你到底跟谁呀？我4只手。对啊，我能干。要去拿很多原材料的时候，你适合。一会儿拿什么各种原材料，你拿得快比我们。
那到底是欧和谁呢？真着急。这一幕欧说好熟悉，一票都没有啊！对，是我想起来那局那个在海边渔民那回，他自个儿就认了，结果又不是你，那回这个屁呀，不是对呀，他那回还认了。是这样的，我知道了我父母的这个真正的死亡原因之后，我就想要上来去杀真。嗨，我是他要跟人合作，而且我们双方同意2次。可以，这回不应该是了哈。咱就是说，不好说。弟弟，你准备怎么杀？我目前的计划就是我先把异怪杀了，杀完异怪我去杀真。为什么不是你啊？如果真的确定是欧的话，他的首选是谁呢？欧选我其实是他的最下策。怎么说？因为首先我跟他没有太多交集，再一个我的时间并没有张好。我非常好的前提是哲一定是从那边走，哲如果从我这边走呢？不是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是我的话，他得确定我对真有非常强烈的杀机。欧没有办法说，哎，张，我想杀他，你帮我。除非他知道张也想杀他，然后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咱们合作。而且我的杀机并不到跟人合作的程度，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要大于我要杀死真。因为如果真今天就这么死了，而对于我得到完整的真相没有任何帮助。投票吧，祝大家好运！哎呀，当，既然已经锁定，欧意念很有可能是双凶之中的其中一个，所以第一票投欧意念。我先把欧给投了吧。欧不容易，投给欧意念，欧意念，欧吧。对不起，姐姐，欧是肯定的。来，我最后锁定的就只是欧跟张和魏，到底是他们2个之中谁？但我现在都没有想好，我只能说，我觉得是。在一讨的时候，有一个后来被不怎么提及的一个线索，就是洗手台上其实有一个真该死的一个刻印。这个刻印如果是欧传递给魏，或者是魏传递给欧的，虽然他们2个人的理由和动机不一样，但他们可以达成一个合作，而且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不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互换的。这一票我要投给魏斯壮。那现在就锁定在我跟张之间，我肯定没有办法投我，所以我就只能投老张。魏的可能性呢，其实是比较大的，但魏有一个点呢，说服了我，就是他在的那个位置是有可能折会经过的，哪怕是卡5%或者1%的 bug， 这都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张开始是觉得不可能，就是他坐在中间这个位置，那等于旁边一圈摸来摸去的，反而他就显得很多余。可是呢，我又觉得
这反而却是欧在有了这个杀人的概念里面，他想要选择一个完美搭档的话，张是时间最充裕且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所以排来排去好像只有张跟欧了。今天来投投张跟欧吧，应该没错。好，双人联手行凶，其中一个参与者要知道对方的杀人动机，这样才能够挑选对方作为自己的同伙。所以就看，能不能跟侦探封神成功？曾经有一位名侦探，他是侦探市场的灯，而今天扑闪啊，这个人形自走手电筒，看一下能不能照耀出真相。好嘞，那么是魏还是张呢？魏还是张？我要听我妈妈的旨意。我妈妈会怎么样选择？我妈让我选择你。这是张吗？我从来没有投过张碧。再来一遍。我妈让我选择你。啊，咱们是魏。我不知道，我没有投过张。我现在两个人，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所以就这么着吧，我就投给张还是魏？大张魏，大张魏，大张魏是投给了是张还是魏？好，就这么着吧。有一种不想你那今天2讨居然讨到最后3选1。然后刚才普说了一句话特别可爱，他说每当难的时候看看欧姐就觉得有了一半的希望。欧非常知道他的定海神针的作用。到底我跟谁？怎样到底是？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9季第9案主，谁是杀害甄主任的真凶呢？玩家一共投出2对组合，我才2对，分别是欧意念和魏思壮，以及欧意念和张铁壁。挑那边去啊！那来吧，没有一个，我就是让位，没有一票挂到折上。他没有一票挂给弟弟。我是个好人，这排除了都啊！你也是好人，对，我们都排了，就是要么就是封神，要么就不封神。50%的机会。你说的这个话，好像是说了一句话，至少已经封了50%了。真的没有想到，居然有一期我是要么封神，要么不封神，这简直太意外了，好激动啊！来吧，2对组合，究竟哪一组票数更高呢？张铁壁投给欧意念和魏思壮，魏思壮投给欧意念和张铁壁。对我俩肯定不投。对啊，什么装什么啊？你不是投？你俩这么熟什么意思？折不痛投给要看感觉的话，我觉得不会是魏那么明显的线索，因为他跟何主任很熟，他要干这些东西说的太通了。我觉得是张。欧意念和张铁壁。这年轻人，对，你投对了。大感应投给投给张还是魏？大张魏，大张魏是投给了是张还是魏？那么我就投给魏吧。好，投魏10。好，就这么着吧。上回就猜在他们俩这儿了，这回一定还是会猜在他们俩这儿。简直是欧意念和魏思壮，还得是我。嘿，不让我不投张，主要是不是说是。我感觉我投错了。
平的，目前是平的。平了。侦探第一票投给欧意念和魏思壮。这么厉害，第一轮哎。侦探第二票投给欧意念和张铁壁。你显得小普很关键。小普害怕。我是人形电灯泡，我是普闪，我最亮。嘿嘿，看我投的谁？普闪投给魏思壮，其实是杀机最明确和直接的，因为他目睹了真沙河的犯罪现场。那欧就是发现了魏的杀人动机，去提出整个计划的人。好，欧和魏吧。欧意念和魏思壮。魏思壮。哦，闪亮。欧意念投给这个最关键，他投的肯定是假。不一定，他就只投了我。来，欧投的谁呢？来，要放下去对吧？欧意念和魏思壮5票，请进铁笼。祝贺！祝贺！没有关系，你是好人。就是他们俩，你投对了。好，不进笼子，来了进笼子。谢谢你，乔哥，谢谢你，来，牺牲了自己。那必须的，那必须，哎。明知道是错的，姐也要就为了这个画面就投成这样了。不放过任何一个关我俩的机会。对，就为了这个画面。他们真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关我们俩的机会。这又怎么不是一种成全？欧意念和魏思壮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真的假嘟？真的假嘟？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之一，欧意念。失败。厉害 ！No！ 我这个人形自走手电筒，看一下能不能照耀出真相。你知道刚才若愚说了一句多可气的话吗？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全？成全画面。谢谢成全。气人不气人啊？送上徽章。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阿外。好可爱，这个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精彩！哇，欧姐，一人3个。祝贺若愚。哇，笼子里也有。哇！来，欧，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关键线索是什么吧？关键线索是一个我跟张，有的一个纸条上面的约定。其实我是当天看到他在那个洗手台上刻字，真该死。哦，真该死是你。所以我才确定他是要杀真的那个人，所以我就约了他。那纸条在哪儿呢？你跟他通风报信的？哦，就在我的床板的那个背儿。没事，这不重要。你刚来，你不知道这个画面可要留久一些，咱们离开远一点。对，他们聊他们的啊。大老师，你一天天散播的什么谣言？气人不？就是下铺，
哦，看到了。啊！哇，这个太隐蔽了，这个很难发现。对，这是关键性证据，这就等于这 CP 就出现了嘛。漂亮漂亮。今天的节目其实讲到了一个环保的话题，但是因为当被当作是一个异怪来形容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更加严肃的去思考这个危害性。那么也希望大家看完我们这案，除了觉得很精彩、觉得很欢乐之外，也希望能够有所思考吧。本节目是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线新装升级的舒肤佳健康净护沐浴露赞助播出。谢谢。去屑护头皮，当然海飞丝。本节目由海飞丝赞助播出。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谢谢。好，辛苦了。好，玩得开心，走吧。谢谢。越想封神就越封不了。老在他们这儿。双凶的时候就不能想封。这一季在你手里已经5回了，就是每回都不投你。来，走。对。哎，我是每回投他。对，我每回都不投他。对。大了。对。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思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老朋友，欢迎我们的郭慧法官，欢迎我们的李佳琦法官，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杜素娟教授，欢迎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本期的合议庭会从青少年犯罪、环境保护、人身自由等话题聊起，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9案现在开庭。这次的案件发生在架空的无名谷学校当中。首先是无名谷的整个悲剧呢，是源于多年前的一场所谓的 HWZ 泄漏，它产生的辐射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导致了无名谷的居民出现了身体上的病变。那这样的一个背景事件，各位老师会有怎样的看法？这个能量站的管理者，因为自己的疏忽呢，导致这个危险物质泄漏。这种社会机构、组织或者个人因为故意或者过失导致环境污染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要负担相应的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呢，环境资源问题啊，是近现代以来啊，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呢，也历来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咱们国家的民法典是明确规定了这个绿色原则。根据民法典第9条的规定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该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另外呢，这个民法典啊，在第7编侵权责任中还专门规定了这个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民事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因为环境污染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呢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另外还规定呢，侵权人违反法律，故意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我们是以补偿性为原则。但是如果侵权人呢是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么被侵权人呢有权要求这个侵权人呢要承担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责任。就是说，我们民法里面的侵权责任一般来讲是一种补偿性的，是一种恢复性的这种赔偿责任。你受了多大损害，就要赔偿你多少的损失。像这个案件里面的这种能量站的管理者，他是违反法律，故意去污染环境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承担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赔偿责任，可能造成的这个损失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可能我给你一个高额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责任，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惩戒的作用，预防再犯的这么一个作用。根据民法典的上述规定啊，有关的社会机构、组织或者个人污染环境的这个行为，首先呢要承担一个民事的侵权的一个责任。那其中呢，对于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侵权行为，有可能会构成刑法上规定的一些刑事犯罪。从这个故事里边 ，N 国 H 能量站管理者的疏忽，导致了 HWZ 这么一种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的发生。我们知道放射性物质它的危害性啊，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消除的，它对整个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体健康甚至人的生命的一种损害啊，它是持续的、长久的。多数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来认为它是已经触犯了刑法的规定。作为管理者，作为这个行政主管部门，这些人呢也有可能触犯相应的规定，因为你作为管理者，你负有依法勤勉履职监管的这么一个责任。如果
执法者没有做到严格的监管，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监管部门，那么也有可能触犯相关的职务犯罪，也有可能触犯刑法第397条所规定的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罪。如果他在监管过程中有收受贿赂，那么进而实施了这种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根据刑法第397条第2款的规定，徇私舞弊并滥用职权的，相较于一般情况下的滥用职权，是要判处更重的刑罚的。刚才我介绍的滥用职权罪，那么同时如果伴随着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并实施了滥用职权，根据我们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是需要数罪并罚。这个链条上的相关的人员都有可能要负相关的刑事责任。明白，就是追究他整个背后原因，链条上涉及的每一个人。没错，因为这种危害太大，可能是危害到子孙后代，甚至是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人。是的，明白。而且要问一下杜老师，对于这样的话题有怎样的看待？因为毕竟人与自然相处这样的话题，其实是我们一直都会经常去拿出来讨论，并且非常关注的问题嘛。对，其实对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啊，人类本身还是很重视的，都非常强调人和自然的一个平等关系。比如说在咱们国家里面，像我们的儒家文化，他认为人和自然是平等的，我们互相感应、互相印证。那道家文化呢，他甚至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就是我们都统一在一个天道当中。那这些呢，都形成了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天人合一的一个思想，其实就是你要敬畏自然。这种敬畏，我们有些人会解释为说是生产力落后的一个表现，其实不是，它是对人类的一个保护。就是因为人类的认知是有局限的，在你认知有局限的情况下，假如人类没有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我掌握了对于自然界的一个全面的控制，那后果是不可收拾的。所以我觉得人类的祖先是很聪明的，所以要设这个禁区。其实很多时候敬畏自然是对人类自身的一个保护。是的，而且历史上无数的事件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真理，就是我们要敬畏自然。那也问一下杜老师，因为我们明确它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是呢，它又会打着一个，比如说为了所谓更多人的集体的利益这样的一种视角，然后去做出这样的罪行来，会怎么看待他们这样的行为？从那个社会管理的一个层面来说，其实我们就看他是如何来理解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认为说集体是由一个个体构成的，那我们可以说每个个体都是珍贵的，就是你伤害个体，它就是伤害集体。但是假如我们说这个在社会管理当中理解的这个整体，它是个抽象的概念，那就有可能管理者会借用整体这个抽象的一个名义，占据一个话语高地，然后任意的牺牲个体的利益。所以我们说你如何来理解集体是什么构成的，它是个抽象的概念，还是由一个一个珍贵的个体构成的？显然它这个案例当中，它的那个集体的概念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错，而且除了这个点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在本期的故事里面，恩国为了彻底隐瞒掉 HWZ 物质泄漏事故的真相呢，与无名谷的居民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给居民们提供超规格的物资，并且许诺他们永久的自治权。那也要问一下法官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被监视者自愿被监视这个情况，他们这种行为会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呢？这个可能真涉及到一个我们对这个民法里面规定的这个隐私权的这个理解问题。隐私权呢，应该近年来也是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个隐私权，还有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原来我们可能觉得我自己的隐私别人并不会知道，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到处都有摄像头。还有一个说法叫人人手上都有麦克风和摄像机，别人很可能就会动不动就要给你拍个照或者录个音，然后发到网上去。那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确实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这个问题。隐私权呢，根据法律的规定是公民人格权、自然人人格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人格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呢，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的方式来侵害他人的这个隐私权。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有可能会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呢，为了更好地保护隐私权以及隐私权相关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在2021年11月，我们就实行了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跟相关的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法律体系，可以有力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啊，就有的小区呢，未经业主的同意，
把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进出小区的一个凭证。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个侵犯公民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为？按照民法典和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个行为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强迫别人来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的这么一个行为，可能并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行为，侵犯了隐私权。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故事里面的这种情况，山谷里面的居民呢，自愿的接受别人监视、监控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构成一个隐私权呢？这个可能还要从法律里面来寻找答案。什么叫做隐私？民法典对这个隐私下了一个定义。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可以看一下对于隐私的界定有一个限定条件，就是不愿为他人知晓。另外，民法典还规定了，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呢不得实施拍摄、窃听、窃视、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也就是说，这边强调了一个除非权利人明确同意。从民法典的这些规定，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否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呢？可能要看这个权利人是不是明确同意，是不是愿意把我这个私密信息来公布于众。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经常见的真人秀节目，那很明显他是没有侵犯别人的隐私权，因为这个参加人自愿公开自己的这个私密信息。所以说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从相关的法律规定来看呢，被监视者自愿被监视，只要被监视者这个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没有受到别人的强迫，也没有受到别人的欺骗或者欺诈，他就属于自愿被别人监视的这个行为，监视者就是一个合法行为，并没有侵犯被监视者的隐私权。另外，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啊，被监视者自愿提供自己被监视的这么一种可能，或者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前提是他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同时呢，也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比如说刚才嘉熙法官所提到的一些真人秀的一些节目，虽然说貌似看来是被拍摄者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一些隐私权，但是如果他采取一些违背我们的一些社会基本道德，或者违背社会公众的一些基本的认知，违背社会良知的一些行为，一些低俗下流的行为，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允许的。自己的权利的放弃也是有边界的，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损害无关的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也许你放弃的同时，这里边可能涉及到别人的隐私，别人不愿意被公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也是不能随意放弃的。这个在社会伦理层面上，其实还是有一个概念的，就是空间伦理。空间伦理就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要进行区分的，就是我们在公共空间里面，然后进行监控啊，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控制，那么它都是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但是呢，个人的一个空间，它的隐私权还是我们说这个标志着你一个社会当中，你懂不懂得去保护个人的这个空间的一个权利，是标志着现代化水平的。那当然从个人来讲呢，公民其实还是需要进行一种空间伦理的教育。就是有的时候公民他可能不太知道，万一我个人的私空间被侵犯会带来什么后果，他可能不太知道。这种权利的一种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个人隐私得到更好的保护，是需要社会层面的一个主动，也需要个体做出一个自己主动保护自己的一个权利。知道一旦自己的私人空间被侵犯，那么我可能会有什么的后果？这个从社会伦理教育方面来说呢，也是社会教育的一个责任。其实是每次面对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会讨论说，究竟是牺牲少部分人去维护多数人的利益，还是说一定要一个都不能少，不放弃少数人？如何去找寻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或者说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出口？不知道各位老师会有怎样的看法？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哲学的问题，对，好像是个辩题啊。从不同的哲学的派别或者不同的哲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如果完全从整体利益来出发，那么牺牲少部分人的生命，在有些情况下，有的人可能觉得就是正当的，少数为了多数人嘛。但是有的哲学上的观点来讲，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因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你凭什么要牺牲少部分人的生命，为了多数人的生命来做出牺牲呢？如果现实中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法律上来寻找答案。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刑法上或者民法的一个概念，就是紧急避险。刑法里面呢，21条对紧急避险有一个规定，就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如果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刑法里面关于紧急避险的这么一个规定。其实民法里面呢
也有类似的一些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紧急避险的成立跟刑法里面规定的正当防卫是不一样的。紧急避险它要求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就是说这个紧急避险行为它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利益比较的一个原则在里面。紧急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必要的损害。也就是说呢，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所意图避免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它意图避免的损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比较，紧急避险造成的这个损害结果，如果等于或者大于了你意图避免的这个损害结果，那么你就超出了紧急避险的这么一个限度，就不属于紧急避险行为，有可能会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说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损害其他人的一些财产，但是呢，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也是第一位的。一般情况下呢，根据紧急避险的这个要求啊，不允许用伤害他人生命的方式来保护另一种其他的一些权利。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人类啊能够生生不息，所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无价的。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去维护、去保证每个个体的生命的发展受到保护的一个权利。当然，在世界上存在有一些极端情况，要牺牲掉少数人换多数人，它是低成本的管理方式。它为了用一个低成本的方法，然后来完成一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它其实是比较典型的。那其实它可以用更高成本去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个思维方式，它其实是选择了一个低成本、更简单的方式，而且忽视了人的价值。在这一次的案件所架构的故事里面呢，嫌疑人们角色年龄呢分别都是18岁，他们是否也属于青少年的犯罪规定范畴？如何进行一个定罪量刑？这个案件里面的作案凶手啊，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青少年犯罪的这么一个范畴。未成年人年满12周岁以上，不到25周岁，我们一般称为青少年犯罪。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呢，他的身心还没有发育完整，大部分呢还在学校里面读书，有的虽然已经走出了学校，但是刚刚踏入社会，相关这些阅历呢还不是太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呢还没有形成。我们在这个司法机关呢，在鉴定的过程中啊，一般会充分考虑他的身心的特点，来正确的定罪量刑。刑法呢，对于刑事责任年龄啊，其实总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呢，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同时呢，根据刑法的规定，未满18周岁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完全刑事责任年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这个限制刑事责任年龄，就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这些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重伤、抢劫、强奸、爆炸、放火、贩卖毒品、投放危险物质这些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另外一个呢，是不满14周岁的这些未成年人呢，是不负刑事责任。但是考虑到这个最近一段时期啊，这个未成年犯罪的低龄化，我们国家呢，这个相关的一些刑事法律进行了一些完善。比如说这个近期出台的这个刑法修正案啊，就明确的规定，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呢，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情节恶劣，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追诉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像这个案件里面的这个作案凶手已满18周岁，应该是属于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同时呢，也不属于这个刑法规定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这种情况。但是综合来讲，他刚满18周岁啊，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考虑他的这个身心的特点，可以对他酌情予以从宽处罚。未成年人犯罪就是一直在强调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承担刑事责任指的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国家公诉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对他进行追诉。人民法院呢，根据刑法以及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啊，依法对他定罪量刑。被追究刑事责任就存在可能被判处相应刑罚。至于说16周岁、14周岁和12周岁，它是针对不同种类的罪行所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和可能。所以我们在讨论刑事责任的时候，更多的讨论是它有可能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明白。作为一个老师，我比较容易去反思教育里面的问题。其实你看青少年犯罪里面，这些孩子他普遍有2个共性。第一个就是他们普遍没有那个共情能力。如果这个共情能力没给他培养出来的话，他一旦遇到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把对方理解成是对自己的冒犯，
然后就会上升到戾气啊、仇恨啊，甚至有惩罚对方的冲动。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暴力行为背后，往往都是没有共情能力的一个表现。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理性能力，我们也没有给他培养出来。这个理性能力呢，一个是对是非标准的独立性主动掌握，不是说他被动的，让他自己主动能够了解、能掌握这个我们的行为规范、法律规范或者道德禁忌。那这个呢，他掌握不好，他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个判断的能力。另外，他这个理性能力呢，也表现在他向内，他没有一个情绪控制的能力。他的情绪上来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对自己的情绪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辨认。这样的孩子也往往没有一个逻辑能力，就是我的行为和我这个行为的后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我这个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往往也就仅限于一个本能驱动。我们没有对孩子进行培养的话，那他们就非常容易出现自己行为的失控。是的，特别是越年轻的孩子，其实对于这样的逻辑思维，他的那个链条是断开的。对。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他的刑事责任相比较成年人，为什么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除了未成年人他的生理的发育状态没有达到像成年人那样完备以外啊，他没有经历像成年人那样完整的教育或者说社会经验的这么一个训练，他不具备这样的知识，不具备这样的经验，那么他在面临着冲突、面临着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本能的会去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比如说暴力手段。那么这些暴力手段如果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就触犯刑法、触犯法律。对。在这一次的故事当中，孩子们其实是被故事里这个甄主任所引导，然后激发了孩子们不理智的那一面，让他们去产生了犯罪这种行为。是您对甄主任这样的行为会有怎样的看法呢？这个就是利用了孩子们的弱点嘛。对，就是因为青少年在成长时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最该关注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认知能力。这个认知能力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独立思维、独立判断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你有了独立思维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你就不太会轻信和盲从。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别人的恶意的引导之下，如果一个孩子他没有一个独立的理性的思维和判断的能力的话，是非常容易被教唆啊、被怂恿啊、被误导的。您说到教唆这一点，也想问一下法官们，因为像这个老师他在鼓动学生逃离无名谷，甚至是对外界发动袭击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教唆犯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曾教授的这个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教唆犯。刑法里面对教唆犯有明确的规定，教唆犯就是利用自己的授意，或者说劝说等等各种手段来教唆别人去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的这种情况。根据刑法的规定啊，教唆犯不是一种独立的罪名，它不是说一个罪名叫做教唆犯，而是一种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根据刑法的规定啊，教唆他人实施什么犯罪，那么教唆人呢就跟被教唆人就形成一个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第29条的规定啊，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处罚。就是说，你教唆别人去犯罪，那么要看你这个教唆行为对于他人犯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起到了主要的作用，那么你就是主犯；但是如果起到一个次要的作用，其实你可能是一个从犯这么一种形式。比如说这个故事里边啊，这个曾教授呢，教唆学生对外界发动袭击，这个暴力袭击行为是一种犯罪，毫无疑问，它也是一个教唆犯。那么暴力袭击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那么曾教授呢，就也构成一个故意杀人罪的这么一个共犯。但是在这故事里面呢，这些少年们最终并没有犯下曾教授所要教唆的那个罪名，所以如果说曾没有死亡，然后被捉拿归案，对于他教唆的行为，最终会如何进行处置呢？根据犯罪的停止形态，就是我们讲叫犯罪呢，基本的形态就是故意杀人，那么人死掉了，这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一个故意杀人行为。那么也有可能存在什么呢？杀人这个人可能没死，那就是犯罪的未遂。也有可能呢，拿刀准备去杀人的时候，就在过程中因为被告人的哀求啊，或者说自己的怜悯等等各方面的原因，终止了犯罪。那么这种情况叫犯罪终止。那甚至是在这之前，他去准备犯罪工具的时候，那也可能就是属于犯罪预备。根据被教唆人的具体的到哪个阶段，那么教唆的人同步就构成哪个阶段的共同犯罪。明白。所以像这样的教唆犯罪，其实都是取决于最终所行动的那个人他所犯下的罪行的情况。
非常感谢3位老师今天和我们围绕着不同的角度来对今天的案件进行了分析。那良好的生态的确是地球运转的希望，蓬勃的少年更是人类发展的希望。万物并育而不应相害，人人皆有责，毁者为罪人。希望我们都能够对自然环境保有敬畏之心，对青少年教育抱有敬畏之心。再次谢谢各位的分享，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大侦探9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7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何以婷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9节目片尾中呈现。今天这个故事把所有
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r. X 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